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有在看我們頻道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Apple 前陣子推出了全新的 Studio Display， 它那個價格呢，比上一代整整漲了7000塊啊，直接來到了52900啊，終於還是超過了5萬塊。這讓價格本來就已經不太親民的 Studio Display 呢，現在入手的門檻又變得更高了。但目前 5K 的螢幕市場裡面，除了原廠的 Studio Display 以外，還真的沒有什麼針對 Mac 去做深度整合的選擇。所以之前 BenQ 推出了這個 MA 系列的時候呢，確實引起了不少 Mac 使用者的討論。那我桌上這一台 MA270S 就是這個系列最高階的款式，它具備了 5K 的解析度，支援 Thunderbolt， 而且主打的就是跟 Mac 之間的色彩一致性。那官方甚至直接定義它是最適合 Mac 的外接螢幕啊，這個口號聽起來真的是很狂。但我這個人比較務實一點，到底這一台 MA270S 是真的有實力，還是只是 BenQ 在行銷上面的噱頭呢？在實際測試了1個月之後呢，我整理出了一些心得。今天這支影片，我會把這陣子實測的數據跟使用的經驗分享給大家，希望可以幫助到正在考慮打算買外接螢幕的朋友。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那既然這一台 MA270S 標榜是為 Mac 量身打造的，那我們第一眼要看的當然就是它擺在桌上的樣子嘛。MA270S 用的是太空灰加上金屬噴砂的質感，老實說，它擺在 Mac 的旁邊確實還蠻有一致性的。那在安裝的方面呢，它是免螺絲的設計，我覺得還蠻適合我這種不愛找工具的人。從開箱到組裝完成，完全不需要用到螺絲起子，只要手動鎖好底座，然後把螢幕往支架上面一卡就搞定了。那這種快速拆裝的邏輯，對大多數的使用者來說，門檻都蠻低的。那另外這一組腳架的功能給的還蠻大方的哦。那除了可以調整高低跟左右轉向之外呢，它甚至還直接標配了垂直旋轉的功能。大家應該都知道，原廠的 Studio Display 呢，如果要調整高低的話，你得在購買的時候額外加12000去換那一個腳架才可以。而且你就算加了錢，它還是沒有辦法把螢幕轉成直的，除非你一開始就是買那個 VESA 的版本。但在 MA270S 上面呢，這些調整基本上是基本配備啊，而且它背面也保留了標準的 VESA 鎖點，所以如果你之後想要換成螢幕懸臂的話，只要打開卡扣，直接鎖上去就好了。這種設計呢，讓未來的調整空間大很多。最後還有一個小地方還蠻特別的，就是螢幕底座上方這一塊橡膠防滑墊。如果你跟我一樣習慣把 AirPods 或者手機隨手疊在螢幕底座上面的話，那這一塊墊子剛好可以避免金屬物件的直接摩擦，會減少刮傷的機會。這個對我們這種隨手放東西的懶人來說，確實是還蠻務實的設計。好，在看完外觀之後，我們接着來看這一台螢幕的接孔配置。這個部分我覺得 MA270S 走的是比較務實的路線，特別是針對 Mac 的使用者的桌面邏輯做了不少的調整。那這台螢幕的接口分成2個區域，首先是螢幕背面的主接孔，這裡有2組支援 40Gbps 的高速傳輸的 Thunderbolt 4，那其中一組呢是專門連接電腦用的主連接孔，支援96瓦的反向供電，這一點跟原廠的 Studio Display 是一樣的，一根線呢接上 Mac 就能同時傳 5K 的訊號還有充電。那另外一個 Thunderbolt 4呢是支援15瓦的下行部，你可以用來做 Daisy Chain 串接第2台螢幕，或者是拿來連接有支援 Thunderbolt 4的外接硬碟也可以。那除了 Thunderbolt 以外，背面還有一組支援35瓦供電的 USB-C 3.2 Gen 2， 支援資料傳輸，傳輸速度是10Gbps。那這一組接孔呢，通常是用來接你的第2台筆電或是 iPad。那這一台螢幕跟 Studio Display 最明顯的區隔，就是它有2組的 HDMI 2.1。這個對於想要接 PS 啦、Xbox 這種遊戲機，或者是需要連接其他 HDMI 設備來說，那相容性會比較高。至少你在使用情境上面，它不只是一台 Mac 專屬的螢幕，你也可以同時兼顧其他的影音設備。另外一個我覺得蠻好用的設計，是它把常用的接孔移到了螢幕的正下方，包含了一組 USB-C 跟2組 USB-A。那這3個接孔呢，都支援到10Gbps 的傳輸規格，而且下方的 USB-C 還具有15瓦的供電能力。所以這3個孔是平常最會用到的，像是外接鍵盤、滑鼠的接收器啦，或是要外接 SSD 都可以。那我覺得最實用的呢，當然是可以直接幫手機充電，你不需要再另外找充電器，也不用把螢幕翻過來去找洞，手伸過去就能直接插拔，還蠻方便的。那順便提一下，盒裝附的線材也很齊全，除了 1.5 公尺長的 Thunderbolt 4傳輸線以外，它還送了一條 USB-C 的線，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另外再購買線的。這個月使用下來，我覺得這台螢幕真正厲害的地方，其實是它的軟體整合。它有一個專用的軟體叫做 Display Pilot 2，這個是整個 MA 系列的靈魂啊，讓它使用起來確實是很有 Mac 的原生感。那最直覺的一點就是它支援鍵盤直接可以控制外接螢幕的亮度跟音量。以前我們用副廠螢幕的時候，你要調亮度都要伸手去按 OSD 的按鈕，或是裝一些資源度不太完整的第三方 App。但這一台不用，你直接按 Mac 鍵盤上面的 F1 跟 F2 就可以調整亮度，按 F11 跟 F12 就可以調整音量的大小，它就能直接聯動螢幕。這點跟原廠的 Studio Display 體驗是一模一樣的。
還有一個更核心的功能，就是 iDevice Color Sync 色彩同步，這也是它最強大的地方。它內建的 MacBook 模式呢，不單純只是一個通用的 Mac 模式而已哦，它是真的把近幾年每一代每一款 MacBook 的面板參數都寫進去。大家都知道 Apple 每一代的面板調校呢，其實都有一點不一樣的。那這一套軟體讓你不只是選 MacBook Air 或是 MacBook Pro 這些機型而已，它還細分到年份的部分。像我手邊這兩台呢，一台是 M2 的 MacBook Air， 那另外一台是 M5 的 MacBook Pro。當你切換型號的時候，它就會根據那一台 Mac 原生面板的白點、色溫跟伽馬曲線去做點對點的對齊，讓外界螢幕的顏色幾乎可以跟 MacBook 上面的螢幕表現一樣，確保你的眼睛啊，在使用兩台不同螢幕的時候，不會有那一種色溫突然變黃或是變藍的那種跳痛感。這個就是 MA270S 真正厲害的地方，它不是給你一個大概像 Mac 的顏色而已，它是真的去同步你手上那一台硬體。那不過這邊要提醒一下 ，iDevice 色彩同步呢還是有機型的限制，不是100%支援所有的 Mac， 所以大家在入手之前，請先確認一下你的 Mac 有沒有在清單裡面，免得買回去之後才發現最核心的功能沒有辦法用，那就尷尬了。好，那除了裝置之間的色彩同步之外呢，這套軟體還有一個針對專業流程的功能，叫做 ICC Sync。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當你在 macOS 系統設定裡面，針對這個外界螢幕切換了不同的色彩描述檔的時候，比如說你從 Display P3 切換到 sRGB 的時候呢，大多數的螢幕硬體是不會理你的。這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你的 Mac 系統跑的是 sRGB 的訊號到你的外界螢幕，但你的外界螢幕還停留在 P3 的廣色域，那這個時候你看到的顏色就會變得比較鮮豔，完全失真了。所以以前我在用其他第三方螢幕的時候，我必須自己手動去按螢幕的實體按鈕，進到選單裡面把螢幕的模式改成 sRGB， 這樣兩邊的色彩才可以同步。但是 MA270S 不一樣，它有 ICC Sync。那 ICC Sync 厲害的地方呢，就是你在 Mac 上面的系統端一改設定，螢幕的硬體就會立刻透過 Display Pilot 2去自動同步的切換。這種軟體跟硬體可以直接做聯動的方式，可以幫你省下非常多的時間。再加上它還有一個叫做 Focus Sync 的功能，它可以聯動 Mac 的專注模式。你只要設定好之後，在你電腦開啟專注模式的時候呢，螢幕就會自動切換到你預設好的設定。像是我準備要寫稿的時候，都會打開勿擾模式，那我就可以設定在打開勿擾模式的時候，打開低藍光。所以以後我只要開啟了勿擾模式，那螢幕就會自動幫我降低藍光，讓我長時間在寫稿的時候眼睛舒服一點。因為我們也可以設定在開啟不同 App 的時候切換到不同的色彩模式，像是我可以設定開啟達芬奇調色的時候就切到 Display P3， 但如果是用 Figma 或是 Photoshop 做網頁設計的時候，就自動切到 sRGB。這套軟體還有一個我覺得非常方便的功能，就是 Smart KVM 跟 Display Bridge。因為這台螢幕內建的 KVM 切換器，所以當你同時接上兩台電腦的時候，你只要把鍵盤跟滑鼠的接收器接在螢幕下方的 USB 上面，那就可以直接用同一組的鍵盤滑鼠去控制這兩台不同的電腦。更實用的是它的 Display Bridge 的技術。當你使用軟體裡面的 PPP 模式的時候呢，它會把兩台電腦的畫面左右並排顯示。那你的滑鼠可以像在使用同一個系統一樣，直接跨越畫面的邊界，甚至連檔案都可以直接到另外一台電腦上面。那這個功能呢，對於我這種需要常常在不同的 Mac 上面做交叉測試的使用者來說，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了。除了軟體呢用起來要很順手以外，畫面看起來到底像不像 Mac， 這個才是這台螢幕最關鍵的地方。這個就帶到了這台螢幕的核心規格 5K 解析度。很多人會常常問我說，現在27寸的 4K 螢幕這麼便宜，為什麼還要多花1倍的錢去買 5K 螢幕呢？那其實在買 5K 螢幕這件事情呢，不是單純在比規格數字而已，這個是一個關於 macOS 運作原理的問題。我們在看螢幕規格的時候，除了解析度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值叫做 PPI， 也就是像素密度。大家可以發現 Apple 所有的外接顯示器，從早期的 iMac 5K 到現在的 Studio Display， 全部都維持在218 PPI。那為什麼不做高一點呢？像14寸的 MacBook Pro 就有254 PPI 啊。其實是因為桌上螢幕的使用距離比較遠一點，所以218 PPI 剛好是在這個距離底下，人的眼睛能夠感受到最細膩，而且視窗圖示大小最適合的一個平衡點。最重要的是，這個解析度呢，剛好可以讓 macOS 進行精準的整數倍率縮放。像 MA270S 這一台 5K 螢幕，它的解析度是5120×2880。那當你的系統裡面選擇預設的解析度的時候呢，它剛好是2560×1440的2倍。這種像素點對點的精確顯示，文字的邊緣就會變得非常銳利。那相同的道理，如果你直上到32寸的 6K 螢幕，它的解析度是6016×3384，所以最完美的解析度就是預設的3008×1692，同樣也是精準的2倍縮放。好，相反的，如果你是用27寸的 4K 螢幕的話呢，它的密度只有163 PPI。那為了讓字看起來是統一的一樣大，系統就得去做一個 1.5 倍的縮放。但螢幕上面的實體像素呢是固定的格子，沒有所謂的半格嘛。
所以系統只好把邊緣處理的模糊一點，來假裝那是 1.5 倍的大小。這就是為什麼很多 Mac 的使用者換了 4K 螢幕之後，總覺得字體毛毛的，看久了眼睛會很累的原因。那除了解析度，這台螢幕採用的是 Nano Glass 鏡面處理，也是一個重點。市面上 99% 的外接螢幕為了抗反光，都用那一種很厚的霧面塗層。雖然這一種霧面的塗層真的比較不容易反光，但它的代價就是導致光線的散射，會讓黑階看起來髒髒灰灰的，畫質會有一種顆粒感。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把 MacBook 擺在副廠螢幕旁邊的時候，總覺得筆電比較通透，那外接螢幕就好像隔了一層紗一樣。所以 BenQ 在這台螢幕上面選擇鏡面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了還原 Mac 原生的那一種通透感。它的發色呢，確實比霧面的螢幕飽和很多，黑階的表現也比較扎實。當然，我也要老實說，鏡面就像一面鏡子嘛。如果你的工作環境背後剛好是有窗戶的話，你確實會感受到反光。但我個人建議是這樣：如果你不是在那一種極端的強光環境下面工作，那選鏡面絕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只要微調一下台燈的角度，或是拉上窗簾，就可以有那一種晶瑩剔透的畫質，跟 Mac 原生的一致性。這一點呢，大家也可以參考原廠的 Studio Display， 它標配的也是鏡面玻璃。雖然兩者的抗反射鍍膜在反光之下呈現的顏色不太一樣，但實際用起來的通透感幾乎是沒有什麼差別的。那最後，為了驗證這一塊面板的體質，我特別關閉了同步的功能，切換到預設的 Display P3 模式，然後用校色器跟 Calman 的軟體來實測一下。結果這台螢幕的平均色差值 Delta E 是 1.3， 在專業的標準裡面，只要 Delta E 是小於2的，肉眼基本上看不出色偏了。這也表示呢，這塊面板的顯色品質不是只有靠軟體去模擬而已，它硬體本身的色彩準確度呢，其實就已經具備專業影像的工作水準了。那至於亮度的表現，官方標示是450尼特，但我直接拿亮度計去測試的時候呢，有些區塊還會來到520尼特。雖然這個數值跟原廠的 Studio Display 的600尼特規格比起來，還是有一點點差距，但在一般室內環境裡面，這個亮度表現已經夠用了。那這一個月下來呢，我覺得 BenQ 這一台 MA270S 確實抓住了 Mac 使用者最核心的3個重點：5K 解析度、Thunderbolt 4，還有 iDevice 色彩同步。那這3個規格加起來，才讓這一台在 PPI 像素密度、傳輸頻寬跟色彩一致性上面用起來有 Mac 的原生感。當然，跟原廠的 Studio Display 相比呢，那2萬塊的價差就是現實啊。原廠就是貴在鋁金屬的質感、震撼的音響系統跟內建攝影機。那 MA270S 呢，則是把這些昂貴的附加功能都拿掉了，把預算集中在畫面的表現上面，而且它還多了一些原廠沒有的功能，像是有 HDMI 接口可以讓你接遊戲機，標配就給你可以升降旋轉的支架，還有可以跨系統傳檔的 Display Bridge 跟 KVM 功能，這些在工作上面反而是更實用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台可以跟 Mac 完美聯動、畫質銳利的 5K 螢幕，那 MA270S 呢，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因為以目前所有第三方螢幕來說呢，在3萬多塊這個價位，它確實可以說是一台最適合 MacBook 的外接螢幕。好啦，以上就是我這一個月對 BenQ MA270S 的實測分享。有任何問題的話，都歡迎在下方留言。那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也請記得幫我們按個讚、留言，再加熱推一下。我是威力，我們下支影片見囉，拜拜。